王大人，这贼人下手如此狠毒，此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要不是从凶岛逃出来的要犯，也不会让我们黑虎卫来抓人。什么凶岛？难怪这贼人会用如此诡异的秘籍。怕什么？他再厉害，终究也只是一个人。哼，终于找到了。走。是。身手不错，难怪黑虎卫拿不住你。是刑部供奉。小子，有点见识，那你应该明白，入岛便是入了鬼门关，没有人能活着离开那里。那与你们刑部又有何干系？我可是良民。7年前，其父柳元宗欺君犯上，满门抄斩，其子柳明依然在逃。小心！锁骨功，夫人小心！看来这小子还修炼了移筋换脉的秘术，不可轻敌。女的虽然刚猛，但男的眼光冷辣，明显更难缠，多半还没有使出全力，只能拼了。快躲开！夫人，把你碎尸万段！福气，你是炼气师？不错，你这种凡人也配和我动手吗？滚闭！看你还能往哪里逃！你这！
生三明治为餐。91年，连体连骨心难连，你就曾鞍前翻过，赤脚骑雪花斑驳，选举之茶风云变夜叉负寒山心魄。混天间，梦幻泡影中归见，太轻便，长风万里入中间。山河连三群波澜，线路缥缈渡边川，九龙和所方寸间，且看我一剑斩断。通玄遁出轮回线，天发地劫赴人间。神丹仙，天相变，我同玄永生殿，仙法一念在指尖。助战魂，笑长天，开个名剑气寒，我懂我血手中燃开干，斩落群魔兽，誓言飞剑万仙楼，接受黑暗入我腹，连心不息翻巨大，出现往前拳，手中给我触我魂，血海之山，他个心就天上无道行。走了，小子！活下去！哎呀，真的不行了。他可是中阶炼气士，都伤成这样了，还怎么救？别说炼气士，就算神仙也救不活了。可不能让这个二世子死在我们眼皮底下。你知道白家为了送他去满鬼宗开灵花了多少代价吗？那就索性把这死鬼身上值钱的东西搜出来，然后跑路。你刚才还说不要发死人财呢。再说，你出发前也吃了家族的养心丹吧？是啊，啊，难道说半年内不吃下解药就会经脉爆裂？算你倒霉，我就让你早点解脱吧。原力护身？怎么可能？即使是白家这样的修炼世家，3代人中有灵脉的也就只有白松天一个。绝对没错，他还学过控元之术，虽然粗浅，不过底子颇厚，而且小子，你今年几岁？20，年纪正合适啊。救你可以，不过你要换一个身份活着。是。只要能活下去。亲，还是不行了。急什么？巫药环可是中品福气，你小子修炼2天就能有所感应，很不错了。什么小子？叫少主？哎，对对对，少主。2位大哥客气了，小子的命都是你们救的，我只是担心实力不够会被识破。少主放心，满鬼宗里并没有你的记录，你脸上的疤痕也已帮你修去。只要按我教的控元之法加以引导，参加开灵仪式绝对没有问题。不知何为开灵？你现在的法力就好比是这个葫芦里的水，再多也就1葫芦。一旦你开启灵海，一整条河的水都能被吸进葫芦，为你所用。汇聚的灵力达到炼气7层次，你就会成为灵徒，真正踏进了修炼的大门。而灵徒之上还有灵师，灵师之上据说还有凝液化精境界的强者，更有甚者据说能结丹飞升，有通天彻地之能。真羡慕你小子有这个机缘呢。
哎呀，我的桃花娘！那二位为何不能开灵？只有20岁前才有机会开启灵海，而且花费可是天文数字。整个大玄国只有5大上门才知道开灵的方法，否则那些修炼世家又怎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子女送去那里呢？5大上门，那满鬼宗究竟是个？这些上门都十分神秘，我只听说满鬼宗擅长鬼道功法，能够驱使强大的鬼物。少主，接引谷到了，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。多谢2位的照顾和指点。少主啊，照顾好自己。这是养心丹，能保护心脉，请少主服下。这丹药的功效，怕是不仅如此了。看来2位对我还是不放心。一个朝廷缉拿的要犯，我们兄弟留个后手，不算过分吧？怕我中途逃走？看来开灵也不像2位说的，有百利而无一害。以你的经历，应该明白，风险和收益总是共存的。哎，叫什么小子？叫少主！你闭嘴！这3个月少主的修炼速度，只能用恐怖来形容。我看开灵应该大有希望。没错，只要你开灵成功，凡事不足为虑。如果没成功呢？那就要在满鬼宗当20年外门弟子，在上门找个驱逐法子，还不容易。关键是能避开朝廷追捕，还能修为大涨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那我们就此别过。我听说满鬼宗在5大上门里排名最后，可惜我家没抢到天月宗的名额。就是，来了半天连个接待的人也没有，竟是些丑得要命的石头。嘘，来都来了就别抱怨了，小心被人听到。没想到竟有如此多世家子弟前来参加，看来这开灵的确有莫大的好处。哇，雷少不愧是天生雷体，居然已经是高阶炼气师啊！哇，您绝对是修炼天才，这次开灵您是势在必得啊！哼，开灵算什么？我雷震可是要成为灵师的人。那您以后要多照应我们呀！这人的气场好强。今年还真来了几个有意思的，尤其是那个散修。好强的感应力，他是谁？这不是白老二吗？他怎么也来了？白老二，这人你认识啊？白家主那个废物私生子，都在运武城，谁不知道他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，被认出来了，就是他。吵什么？这里是上门，不是你们自家的宅院。啊，是顶级炼气师。我是满鬼宗外门弟子方雄，负责带你们去开灵仪式。想要参加的，就给我闭嘴跟上。顶级炼气师，那可是皇家才能请得起的供奉，在这里，这是个外门弟子啊。这么看来，就算开灵不成，留在这里做外门弟子也不错呀。哼，前提是你们能活着出来。什么？我的身体动不了了！原来是鬼物在体内。方前辈，后面出事了！我说过让你们闭嘴的，这么吵会惊动一些东西的。
什么东西啊？这里是满鬼宗，你说会有什么东西？鬼物！你们打发的时候，别耽误赶路，误了开灵的时辰，后果自负。都是群垃圾。雷属性，看起来不是服气的作用。没想到世家里还有这种好苗子。这些虽是低阶货，但仅凭气就能将这些打散。此子的灵根定然不凡。这个散修好像更有趣。果然，振兴九阴一脉的关键人物就在这批人里。启禀归师，掌门命各脉脉主前往开灵大阵集合。走吧，我要好好筹划一下。老二，白老二，看不出来你第一波都能活下来，怎么吓傻了？这才刚刚开始。刚刚开始，你们白家不会连这个也没和你说吧？果然是要被除名的家族，看在都是玉木城出来的。除名，本大爷就大发善心带你一起走吧。那就多谢了。你别往后看了，我们已经过了第一关。第一关，鬼物是不会从后面过来的。废物就是废物，连这都不知道。开灵需要莫大的资源，我们这些世家贡献的资源是不可能供给我们所有人进行开灵的，所以就需要进行筛选。别挣扎了，这是第二关，献祭囚笼。顾名思义，要向囚笼里献祭一人才能过关，除非你是高级炼器士，又或者精神力异于常人，不然囚笼会慢慢将你吸死。要不然，你以为我会带着你这个累赘吗？你这么做，我们白家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是不是吓傻了？不谈开灵一事凶险万分，死者便不计其数。即使知道是我干的，一个快被除名的家族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哼。也就是说，选拔过程生死无常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不可能，你不是白从天。哼，被你知道了这一点，那你死得不远。要死的人是你！这是什么？毒啊，这都看不出来。你什么时候？抱歉，刚碰见你时，我已经察觉到了你的杀意，不失此手段。肩膀不是乱拍的。那是我们才刚刚见面，你就……你是……这个呀，这个。算你们运气好，能走出第一关。接下来才是开始。这座大阵由一位灵师、数位灵徒同时主持，灵石、灵液各种珍稀材料不计其数。想不到死了一半的人，却才刚刚摸到开灵仪式的门槛。哼，无能的废物，怎么有资格进去开灵？凡夫俗子的命如蝼蚁，也配消耗大阵的灵石？这么多人，
怎么有人先坐进去了？那些都是本宗从小培养的内山弟子，开灵时可以入上3阵，你们这些外来弟子只能入下2阵。凭什么？我家为了这次开灵已经伤筋动骨。是啊，废什么话！时间到了，要么进灵阵，要么滚。还是先进去吧。时辰已到，还不速速入灵阵！走，快！哎，快看呀，那个女孩好漂亮！是啊，想不到世间竟有如此的美人。看，她看过来了。竟然能察觉我的精神探查，有点意思。开灵仪式，准备开始。灌入灵液。好浓的灵气。灵力灌起，能激发你们的灵根，从而开启灵脉。灵根吸收越多的灵力，贯通更多灵脉。灵脉的数量会决定你们将来修炼的功夫。感觉灵海里有动静，也许再多吸收一些灵气，就可以开启灵脉了。不错，这一批弟子里着实有几个好苗子。听说你们在开灵之前都已经物色好要招募的弟子了。别家的好苗子都不是大风刮来的，用本脉资源培养出来的弟子，怎可能让给别人？你们这么做，只会让各脉的实力相差更大。满鬼宗8脉本来就是竞争关系。我听说楚师弟和林师妹为了抢一个弟子，还约战了一场。掌门，是我发现迦兰梦魇之体，楚师兄竟想抢先。梦魇之体。果真是梦魇之体。虽然只有6灵脉，但这种群体控制能力对本宗发展关系重大。本脉适合女子修炼，楚师兄会误人子弟的。本脉的冰师妹已经同意收迦兰做亲传弟子，她的功法本就以精神力见长，更适合她。那就好。掌门，我会额外配发资源，无论如何也要让迦兰快速提升实力。龟师弟，你们9营可有相中的弟子？若不趁早下手，怕又要空手而归了。我哪敢和其他各支争夺内山弟子？就在外来弟子中随意挑选几个吧。龟师兄，龟师兄向来算计精明，难不成在里面找到了可造之材？那楚师妹啊不，师弟，愿不愿意用迦兰跟我交换呢？哼，老乌龟！龟师弟当真不跟我们抢内山弟子？哼！外来弟子即使能成功开灵，大多也只是3灵脉。我9营一脉人才凋零，资源匮乏，自知无力培养太优秀的弟子。若外来弟子中有人能侥幸开灵，各位就不要跟我抢了。快看，那个弟子吸收灵气的势头，像是9灵脉的资质。哪里？啊，哪里？资质尚可，可惜根基不牢，火候尚浅，又不会疏导之法，吸收再多，只怕也是无福消受啊！
多吸收一些灵气，就能开灵了。暂时封住了灵脉，只是拖延时间。看来他是没希望了。快看那个弟子，雷体还是九灵脉？哼，这九灵雷脉的资质，不下于迦兰的梦魇之体。楚师兄现在是不是后悔好苗子让龟师兄捡走了？哼！谁在打我侄子的主意？掌门师兄，我刚刚主持在大阵，还未及说明。雷震那小子是我的亲侄子，早就是天机一脉钦定的人选了。再说他跟我同是雷属性，自然应该由我收作弟子。唉，既然如此，雷震应当归于雷兄的天机一脉。算你识相。那剩下的外来弟子就都归我九婴一脉，你们没意见了吧？请掌门师兄做个见证。雷师弟，大阵情况如何？灵力已经灌输完毕，剩下就看那些弟子自己的造化。怎么回事？那个弟子好强的灵力！这难道是？11、12道光环，12条灵脉，竟然是地灵脉！天佑我满鬼宗！掌门，这位弟子由我收入门下，诸位可有意见？掌门师兄你，龟师弟，你自己也说了，武英山资源少，哪里供得起地灵脉的修炼？可是地灵脉100年难得一见啊！我想办法补偿你。雷山弟子中，你有看上哪一位？我先看看剩下的外门弟子吧。龟师兄，师妹不必劝我。那师妹就告辞了。啊！行了，快要压制不住灵力了。有意思，已经到了压制的极限了。是散功还是爆体，还是破后而立？只能散功了吗？不甘心呐！这篮子难道是我的精神力？既然9条灵力进不去，那就给我压！还不行吗？继续压！时辰已到，未开启灵海的弟子马上离开法阵去外门报道。开启灵海的弟子先在阵中休息，之后会通知你们各自的归属。开了吗？开了。去海没想到他也开灵了。
王兄，你也通过了，你几个脉的？兄弟，不行啊，只有3片小豆眼。你看我的，我去，你6灵脉啊！但是你这灵脉看上去和我一样小啊。小，你们全家一样小，这玩意儿看大小的，看的是数量。这个是3灵脉。石川，剩下的外山弟子就交由你负责了。遵命。可惜，可惜呀！前面便是藏经阁了。哇！喂，好漂亮！弟子石川，拜见阮师叔。原来是9阴的小家伙，这么快就带新入门的弟子来挑选功法了。家师教诲，修炼应只争朝夕，还要劳烦阮师叔给他们指点一二。好吧，拿好名牌，传送阵上吧。怎么回事？他们2个怎么晕倒了？哎呦，小子，你精神力很强啊！小子，别担心啊！一般刚入门的弟子进入我的法阵都会晕倒。既然你醒着，就你先选吧。还望师叔指点。好说。这一整个房间里都是你们可以免费学习的基础功法和低阶法术，比如腾空术、火弹术和风刃术，是新手常会选的3种必备法术。那弟子就先学这3种。至于功法，本门基础功法有13篇。你想选哪一种啊？可是这里的典籍看起来不下1000种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本门立宗已有1000年，自然收齐了不少流落在外的基础功法了。不过，老夫建议你们这些新弟子最好不要妄自修炼。不知那些亲传弟子学的是什么功法？他们的功法是由各脉掌门亲自传授的，我这藏经阁里可没有。如此看来，我这种3灵脉弟子，是永远不可能赶上那些亲传弟子了。强者愈强，自古有之。要怪就怪自己只有3灵脉喽。3灵脉，精神力强，嘿嘿，可以试验一下。小子，接着。这是测灵石，测试你的精神力。看这老头对昏迷的弟子不闻不问，显然不是什么好人。我姑且先转入1/3看看情况。啊！小子，你想不想成为灵师啊？这可是当年6阴祖师在外游历时找到的上古功法，原稿是用上古清明文写的。这卷竹简是老夫亲自翻译的版本。翻译的，弟子能不能看看原版？你看得懂啊你？老夫花了几10年才翻译出来。这套功法，你练完第1层就能突破到灵途初期，练完第2层就能进入灵途中期，而且不会遇到任何瓶颈。就算是秘传功法也做不到。这么好，那为什么会在基础功法里面？他修炼的条件很苛刻，要3灵脉，且精神力强大。算你小子走运。有这么巧的事？哎呀！啊！你要不信，你就自己去选合适的吧。啊，是弟子眼拙，请师叔教我。
不许告诉任何人，否则休怪老夫无情。这次开灵有几人活下来？除了你我，还有雷家的雷震之外，另有3人。不过，其中1人的身份有些可疑。是谁？玉木城白家的少爷，白从天。他与我都在九灵山，要不要我去？白从天，白家的废物儿子，他能活过开灵仪式？你怀疑他的身份是假的？要不要我去试他一下？谨慎为先。刑部让你我潜入南鬼宗，绝不容有失。阮师叔这欲擒故纵，摆明了是引我修炼冥骨诀。但想要快速提升实力，弥补3灵脉的短板，只得另辟蹊径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在这边，师兄你来啦！你来了，好久不见。修炼的怎么样了？师妹，这边。别吹牛啊，久违了。在那边。石师兄，许久不见，你们修炼的还顺利吗？马马虎虎吧，我的地灵功都没人指点，只能自己慢慢琢磨。唉，我的阴魁功也是，卡在一个关口突破不了。白师兄你呢？我也差不多吧。是啊，石师兄，咱们九阴一脉就这些弟子吗？咱们是8脉里最冷落的一支，修炼资源也最少，所以你们要珍惜小比的机会，尽量多争取一些奖励。会有什么奖励啊？应该会有回元丹，能提升修炼速度，其他的不知道，反正都是好东西。你们到时候尽全力表现就是了。麦主到。九阴所有弟子都已到齐，请脉主示下。修炼之道，精于勤而毁于怠。每年的小比，就是你们平时是否努力修炼最好的验证。这次小比也是实战切磋，当然，新入门的弟子和老弟子分开比试。且慢！出事了！总算赶上了。你们的朱赤师叔和钟师叔不久前刚回来，他有话要与你们说。做完任务回来多喝了几杯。你们可不要学我啊！谁要是偷懒，小心我踢他屁股！你们笑什么？我和你们钟师叔是特意赶回来检查你们的修炼成果的，讲勤罚懒是我一贯的原则，表现好我重重有赏。不拿出点东西来，看来不行啊！这些都是小比的奖励。回元丹的功效你们都知道，还有静心香，可以增强精神力，帮助你们参悟功法。表现最好的可以得到这瓶地灵液，这可是能强化灵脉的好东西。为了你们，我这次可是大出血。好了。小比现在开始，新入门的弟子先来吧。风儿、成儿，你们分别对战他们3人，记住，同门切磋，点到为止。上来就让我和亲传弟子比吗？焦师兄，我先献丑了，来吧，3灵脉的垃圾，3打1。说谁呢？欺人太甚！呀！地灵功！那才是地灵功，你这是蛤蟆功。起来，再打！放任！
瘙痒吗？竟然用腾空术脱困，还真是异想天开。此子叫白聪天，精神力不错，可惜只有3灵脉。白聪天，让我看看你究竟是什么来承认。跳来跳去像臭虫一样，有本事别跑！这孩子实战应变很不错，看出于城的攻击需要蓄力，就采用袭扰战术。游斗虽能立于不败之地，可是3灵脉毕竟耗不过6灵脉，破不了大橙子的防御，他们早晚要输。哼，咱小瞧胖爷！别去，开战！又是光壁。刚才那手段，并非出自满鬼宗吧？于师兄，承让了。你小子使诈！于师兄之前不也诈败，骗薛师弟出手吗？为师，刚才是我一时大意，才被他偷袭得手。我要再比一次。刚才若是实战，你已经被重创，拿什么再比？下去好好反省一下。是，这小子肯定有问题。奇怪，这个人的身手功夫我好像哪里见过，不是满鬼宗的招式。你们3人休息片刻，再与萧峰对阵。你们慢慢恢复，我先热个身。我伤得有点严重，下一场就不打了。我也是，白师兄，抱歉了。好一个亲传弟子的手段！既然如此，弟子现在就可以再战。垃圾也想跟我1对1，我就用一只手陪你过几招好了。这是你3灵脉本就已经不入流，且刚比完一场，我从不趁人之危，一只手也足够赢你。冰锥术，他还有时间修炼这种复杂的中阶法术？回！师兄，冰锥术威力巨大，怕是难以点到为止啊。放心，最多让白从天受点皮肉之苦，风儿知道分寸的。你跑不掉的。果然还留了后手，看你往哪儿逃！那就不跑了。第2式开！怎么，一只手不够用了？哦，这个姓白的小子功力不弱呀，而且他修炼的好像是炼尸一脉的功夫。听说他选了鬼灵功，精神力强，的确能提升鬼灵功的修炼速度，只是这么做有点急功近利。年轻人修炼上难免会争强好胜，之后看他自己的机缘吧。认输吧，我
要不自量力。才半年就突破到灵徒初期，你小子果然有点修炼天赋啊！马上就要小比了，我的功法会不会……哎，放心，明果诀跟鬼灵功十分相似，只要你别暴露太多实力，应该不会露馅。不能全力应聘，也不能败得太假。第三形态。湖人输了。哼，承让了。缩骨功是兄岛的秘术。小比结果：萧峰上等，白从天中上，于成中等，其余下等。中等以上的去朱师叔那里领奖。白从天，过来让我看看你的伤势。多谢师叔。都避开了要害，你的实战能力十分出色。弟子以前学过一些凡人的技击之术，身体还算灵活。打得不错呀，小聪聪。这是你的奖励，3颗回元丹，外加1根静心香，都是好东西。多谢朱师叔。这个是我给你的奖励。3星盾，这不是那小子的？人都不在了，空留一个念想而已。给你更能发挥它的作用，好好保护自己。是，多谢师叔厚爱。此物朱师叔如此重视，定是不凡之物。你的鬼灵功进展虽快，不过后续功法的选择上会颇为麻烦。你有什么打算？弟子只有3灵脉，眼下只想尽快提升功力，其他的还不及细想，请师叔指点。如果你真打算走通灵炼师的路子，一会儿仔细看看你新师兄的笔道。你不可能是白苍天，你到底是谁？金刚罩。不会又是那招吧？通灵诀。石师兄，修炼鬼灵功之后，就能使用通灵诀召唤如此强大的鬼物吗？通灵诀只是与鬼物签订主仆契约的法术，鬼物的强弱全凭运气。要不是新师兄当年偶然得到1品的通灵衣钵，又怎么能炼制出这具白骨人魔呢？虽然你是腐朽，也不能这么浪费符箓啊！大言报复，你这次下了血本，只要能赢你这个猥琐的家伙，还有什么舍不得的？不！就完了？你也太小看白骨人魔了。啊？什么？白师兄要是有这样的本事，说不定真能打赢萧峰。这可是把双刃剑。新师兄因为沉溺炼制白骨人魔，反而耽误了自身的修炼，一直卡在灵徒后期，无法再进一步。石师兄说的对，提升自身实力才是关键。停！同门切磋，点到为止。弟子遵命。那么这次小比便到此为止。看得出来，各位弟子都有所提升。名列前茅的弟子要戒骄戒躁，发挥不佳的也不必气馁。是。望各位静心回顾今日比赛，吸取经验教训，扬长避短，勤加修炼。在下一次比试，这就是宗门大比了。白师兄，那我们先走了。
只有通过实战，才能直观地感受到，和顶级天赋的弟子依旧有着不小的差距。正好在演武场，就拿练习用的鼓膜，来试试这三星盾的威力吧。这位师弟，我想召唤一具普通鼓膜，不知一枚灵石。有没有便宜一点或者更低价的？看不还价，付不起就滚！你可以到外头找去，那个不要钱。一枚就一枚，1个月5块灵石，真的不够用啊！之后一定要设法去挣点灵石才行。风刃！咦，火弹！三形态，这尚未炼化的三星盾都有如此威力，看来我得抓紧炼化了。这三星盾不愧是顶级福气。没想到普通鼓膜也如此难缠，难怪新师兄能碾压同阶了。看来要赶紧学会通灵诀。爽！你是？我叫穆仙云，你的未婚妻。啥？咱们穆白两家是世交，两位家主早年曾约定，两家的男女子弟如果能顺利进入满鬼宗，就结为双修伴侣。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啊，我知道，知道才怪！滚大姑三，你们是吃准了我会死在开灵一室是吗？白师弟对此事怎么看啊？我们年纪差挺多的。你是嫌我老吗？不是，我们修仙之人寿元悠长，差几十岁都不算什么。唐无术。没想到白家大少爷这么害羞，这倒和传闻不一样啊。啊，师姐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才入门不久，想先潜心修炼。原来如此，不知师弟在修炼什么功法？哦，我打算修炼通灵诀。哦，修炼通灵诀，先要以阴魂凝练炼魂锁。师弟知道哪里可以弄到阴魂吗？那就走吧。啊，去哪儿？买阴魂，顺便互相了解一下。啊，这里是宗门附近最大的修仙市集——辉市。哎，听说最近有妖兽出没，巨大的妖兽，看看，不用担心，听说有厉害的仙长正在追杀他呢。嚯，这么热闹！哎，小哥，你挡在门口到底走不走啊？哦。师
师弟，你又来了，好久不见呐！啊，我们见过吗？哎，老主顾了。这回要什么？火球符、水箭符、金刚符、逆身符、土牢符，我都有。那你要什么？我也可以现场定制。包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满符箓。哎呀，你试一张看看，你肯定用得上。嗯，好吧。这是用来干什么的？他不需要。哎，哇！小心点儿！这豚兽的肉如果沾到泥土，可就功效大减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，白师弟对肉铺感兴趣？我只听说妖兽的兽骨、兽脚可以炼器，他们的肉人能吃？当然了，你没听说过进入凝液期的妖兽，吃它的肉提升修为的速度可远超丹药。而你没听过以形补形吗？就比如这火蟾蜍肉，不但大补，还能提升火系法术的威力。想靠这个提升火系法术，你大概要吃50只。干嘛？嘘，来，师弟，我这里有俏货。我不想买这些。流星玉髓，100年难遇的稀碎圣品，鸡蛋大小的一颗就会惹来杀身之祸。看在同门的份上，我才拿出来的。这怎么用啊？修炼时抱在怀中，或者找人炼成洗髓丹服用，可以夺凡胎成仙体。大老四又在这忽悠同门师弟呢，小心我找处师叔投诉你。穆师姐，有话好说，修炼不易，我就是想赚点零食，下次不敢了。这灰室中也有不少市井之辈，师弟可要多加小心啊。多谢师姐指点。这万宝堂是咱们宗门开的，东西不算便宜，胜在真材实料。请问师兄，这里有卖阴魂吗？你是新入门的师弟吗？您怎么知道？我们店基础的材料是常年备齐的，不用问。那就麻烦师兄给我来一条阴魂。要什么品阶的？上品、中品还是下品？下品的多少灵石？3枚。这么贵？我每个月收入只有5枚灵石，买完辟谷丹和功法根本剩不下多少。那中品和上品是什么价？中品的9枚，上品没有，倒是可以出30枚灵石回购。师兄，我刚入门手头紧，能不能便宜点卖我一条下品阴魂？抱歉，师弟，这是宗门的规矩，要不这儿的生意也不会这么冷清。怎么，灵石不够？要不要借你啊？不用了，我就买一条下品阴魂吧。好。哎，慢走啊！今天多谢师姐指点，我告辞了。师弟请留步。这条阴魂练手尚可，但要想做一条上好的炼魂锁，还是要去宗门的魂坛抓一条上品阴魂才行。我又何尝不知？可是进入魂坛需要宗门贡献点，我现在连灵石都快见底了。我知道近期会发布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宗门任务，有不少宗门贡献点和灵石奖励。师弟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算你一个。我法力低微，恐怕帮不上忙，反而白白分你们的赚头。多谢师姐照拂，不过白某也不是唯利是图之辈。师弟果然进退有度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吃白食的。这次任务虽然不看修为，但要足够机警灵活，而且还颇为辛苦，如何？那就多谢师姐成全。 3天后辰时，
你到执事堂前与我们集合。好，告辞了。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你别忘了，我们和穆家可是有约在先，你要配合我。我跟他聊下来，他应该就是白从天。什么叫应该？你以前没见过他吗？他是白家家主与外室所生，又不是在白府长大的，我怎么会见过？难道他就没有一点可疑之处？我倒是觉得你挺可疑的。听说你小比还输给他了？少废话！哼，3日后我亲自去查。扫码关注摩天纪动画官方微博、抖音、爱奇艺动漫微信公众号，解锁独家官方爆料、日常福利、惊喜掉落。此次任务全凭师姐安排，不求异议。白师弟，又见面了。飞云蝶一旦被引开，我们4人就从4个方位上山，一定要以最快速度将血丝果找出来。很好，不用我动手，就可以这样名正言顺地除掉你了。想吃我，你也要付出代价。找到你，小东西。白龙座上飞，青蛇下中头，沙沙霜在风，团团月灵流，坚决天外云，千重日中斗，剑破妖人腹，剑负你承受。烟柳花桥，风帘醉目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？谁正探望？儿女情长，昨日恩仇，踪影谁知？挥剑去疆场冲血，山川湖海万生灵，日月星辰6道明，皆听我令。